能连个3倍啊！我接着电话啊。来，你不喝，你喝。哎，潇潇，我参加了一个应酬，喝醉了，好像有人在酒里放了些什么东西，我好难受啊，爸爸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微信把地址发给你，我在251号房间，你先不要告诉妈妈呀。好，爸爸这就过去啊。哎，知道。你们先慢慢喝啊。潇潇，别睡觉。你快过来救我呀，爸爸！哎，把门关上。哎，知道。可以的话，赶紧反锁。曲总这边。就这儿。潇潇，潇潇，我爸好帅。潇潇，潇潇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？你把潇潇怎么样了？潇潇，你把潇潇怎么样了？你这个畜生！爸，我在这儿呢。奸夫，淫妇。曲潇潇，怎么着，曲莲姐？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？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这由爸爸处理。爸，你一个人处理这种事情不太方便吧？要不然我把妈妈也叫过来。好了，你就别让你妈跟着生气了。穿衣服出来，都出来。你先回去吧，门的事儿我跟你们王总说。好的，曲总。你设计的全套，他包二奶我怎么设计得了啊？以前嫂子非要跟我哥离婚也是因为这个吧？今天啊，我碰巧听到他又有新动作，所以赶紧过来告诉爸爸一声，省得他在歧途越走越远呢。哼，你也没安好心。那是当然的，我不反驳。如果连这件事情我都不积极的话，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积极？爸爸，里面那个钱儿是在酒吧里跳钢管舞的。你自己今天晚上又在做什么？我在跟赵医生在一起啊，正当约会。我过来帮你，他就回家看书了。爸爸，这段时间我一直跟着赵医生在看书，看的都是正经书。帮我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爸爸，你坐嘛，坐嘛。刚才啊，看到你串门的那个时候，真的好感动哦！爸爸，你果然是最疼我的，生怕我出事。那我看看，踹疼了没有？你还知道啊？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还能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啊？哦，对了，你跟赵医生都看什么书啊？空谷幽兰，我看了3遍哦，不是言情书，是历史书哦。但看得我却掉下泪来。开不懂的地方啊，我就问赵医生，他好像什么都懂。看书好，看书好。你现在啊是越来越走正道了。什么叫走正道啊？好像以前我老犯错似的。我坐过牢吗？我让你丢过脸吗？都没有。我还打算去考 MBA 呢。等我的邻居小关出差一回来，我就去报名。
还不出来啊？这是要化妆还是怎么样？小乔，哎，小乔，这大半夜的，爸爸还要回家睡觉呢。快点出来！你哪来的钱租这种房子？哪来的钱付保养费？你的公司收入都上交了，填补之前挪用的款项。你做的生意至今没利润，没提成，你上哪找额外的钱来支持这头开销？爸爸英明，我问你个话呢，你别抖了。不回答是吧？那好，我来问，争取客户的经费，你没了多少？没了哪几笔？说话。爸，就李叔那单，多少？多少1/2，差不多。公司备用金呢？你拿了多少？1/5。爸，是这个季度的1/5。报销发票有没有做手脚啊？那个我怎么有没有做手脚？没有？真没有。你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啊？啊？你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啊？就这里头的大大小小的开销，你少说了至少一大半。不说实话是吧？明天我就回公司立马调查。我立马调查。我照实说了呀。照实说的。哎呀，家贼难防啊！不是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小兔崽子呢？爸，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实话。放屁！从明天起，总经理的位置也不是你的啊！你暂时不要来公司上班了，以后做什么，我还要慎重考虑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再给你接触钱的机会。我累了，小小走。哦。不好意思啊，美女，今天误伤到你了。不过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要另找饭碗喽。走啦，不谢。曲筱绡，你给我等着。爸爸，你等等人家。行了，别玩那套恶人先告状的把戏了。爸爸，你冤枉人家了。没冤枉你了。哼，你现在心里比谁都高兴。我就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你气我处处找哥哥岔子给你出难题，对吧？但是爸爸，你有没有好好想过，如果今天晚上我报告的是妈妈，不是你，结局会是什么样呢？你要是再生气的话，我现在就给我妈妈打电话，去帮你恩将仇报。好，不生气了，行了吗？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你还在生气呢？小乔，你还是挺讲义气的，没把这个小宝宝打到你妈那儿去。这样，你哥的事儿啊，你帮我暂时瞒着你吧，我成倍给你追加注册资金。爸爸，你真好。说话算数哦。要是你妈问起来呢？不说，我肯定不说。走了，爸爸走了。澳门呐，可以啊，我正好被老爷子发配了，陪你们去小赌2把啊。好嘞，好，保持联络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干嘛？这找个有文化、有知识的人，就这么得意啊？人家要不是看你家产，谁搭理你？那也比直接花钱包养的强。至少我男朋友不靠我，
不仅不需要我买包，还花钱给我买书买猫粮，哟，气死你！那你嫁给人家去呗，我就不信你这个草包差劲样，人家不嫌弃你，才见了鬼了。要你管？你有空啊，还是好好管管自己吧。有种啊，别到奶奶面前哭鼻子，迂回着想回公司了。你有资格去奶奶那儿哭一鼻子吗？谁稀罕呀？不让他当这个总经理，那是为了教训他，是让他好好的反省。他倒好，10天半个月连个人影都不见。他一个大男人，还真打算以后就这么混日子啊？不是妈，你听我说哈，不是你听我说，怎么回事？你哥这些天呐，好几天没着家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你奶奶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他受了委屈，非逼着你爸呀要把他调到原来的总公司当经理。你爸倒是想啊，可是现在电话没人接，人联系不上，不知道到哪儿逍遥去了。那不正好吗？只能你找理由了。还是你了解妈妈，不是我小气啊，实在是2个公司在他手里亏损太大了。你说家里再有钱，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。要我说呀，你爸就该安下心来，好好培养你。你哥那边该养着，只要他不插手公司的事儿，我都懒得针对他。我爸这个人啊，你别看他穿着polo衫打着高尔夫球，其实骨子里还是老一套，重男轻女，爱我归爱我，只要提到继承公司，又想着传宗接代那一套了。我最近也在想啊，要不要一条龙走到黑了？我如果一直做空调这一块，永远都越不过我爸。但是如果我要做自己的生意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你以为做生意这么容易啊？要不是我和你爸爸在帮你搭架子，总公司在后面撑腰，你以为你的生意能开展得这么顺利？我知道，但是爸爸不也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吗？建材这块竞争激烈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了，转型是迟早的事儿。我最近不是在学 MBA 吗？我发现啊，消费升级这一块有空间。我在想，要不要试试做投资？行不行啊？要是亏了钱，给人留把老爷老没长进。潇潇，你跟赵医生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挺好的呀，他手术空隙灵性我做生意空隙灵性他，完美。行。张张，再过2天就周末了，怎么样？把赵医生带回来看看。不带。为啥呀？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大的院子，还不够气派？带他过来，不会让你丢脸的。这里丢人。哪里？哪里丢人？这里。好啊，小小啊，你嫌弃你老爸啊？老爸也不，爸爸白疼你了。喂，啊？还没找到？找，接着找。等把这个龟孙子给我找出来，我非打到他的腿。王杰还没找到人吗？神奇了，这次啊，大半个月没消息，看把你爸急得满脸包。皇后娘娘请安啊！皇后娘娘，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哦？哎呀，你就别捣乱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哥找到了，找着就找着了呗。有钱的时候找不着人，没钱的时候就出现了。
不愧是曲连杰嘛，挺能耐呀。哎呀，这回真不是这样。有人做局，骗他到澳门去赌博，欠下巨债。就刚刚担保人啊，拿着欠条上门，让你爸带着钱到澳门去领人呐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回来。我不同意，我们家是有钱，可钱都投在公司里，我们哪来那么多的现金帮他还债呀？阿发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是，连杰赌钱是不对，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我能不着急不上火吗？再说了，之前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赌钱不还，被人放在了通缉榜上，花再多的钱也要找到他，这都多少天了？好好的一个人，连个人影都不见，我能不担心吗？再说了，难道以后你让他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？你看看担保人带着的资料上，啊，不光有连杰，还有他的前妻、女儿，通通都在上面。难道你让他们也生活在危险之中啊？你还讲不讲理啊？是我让他们生活在危险当中，还是你儿子？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为了拿地建楼，我们当初垫进去多少钱，你不是不知道。现在手上的几个工程全都等着现金周转，银行还有那么多的贷款要还，替他还钱，钱从哪儿来呀？我可以把手头的工程出让2个，把国内国外的物业能卖的都卖了。哎，你做这个决定，你通过我没有啊？哎，公司的项目你说出让就出让，你问过董事会没有啊？老曲，当初你离婚的时候，你可是一文没带出的门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挣下了这份家产容易吗？你就为了曲连杰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就不惜公司的利益，不惜损害我？你就不想想，有多少个亿经得起这么糟蹋？等等，曲连杰到底欠了多少钱啊1个亿。1个亿？没错，1个亿。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也把我吓一跳。我一直以为曲连杰是个软蛋，闯不出什么大祸，没想到这次真的让他憋了一个大的。哎呀，突然觉得之前你给我装的那套音响也不算什么，之前还觉得挺夸张的，原来和你哥比起来，你已经很委婉了。我爸跟我妈现在吵得不可开交，集体让我滚蛋，免得让我围观世界大战。说真的，我要早知道曲连杰这么傻，我当初知道他在赌的时候就应该跟我爸说，毕竟曲家的损失就等同于我的损失啊。我现在看到他这个样子，真的有点兔死狐悲。你这个成语用的有点不太准确吧？你哥不学好是他自己的事儿，你们俩又没什么可比性。你是不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想要学坏很容易。从小到大，我爸跟我妈就只顾着赚钱，没有空陪我。再加上我爸骨子里重男轻女，从来对我就没有抱过什么希望，对我格外的宽容。我记得那年我18岁刚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我爸就一次性给我打了1000万，对我只有3个要求：1不吸毒，2不犯法，3不自杀。那个时候的1000万很值钱啊。对啊，那段时间我坐飞机坐的耳膜都充血了，把整个欧洲、美洲能玩的地方都玩了一个遍。光买 LV 包我就买了几十个。最夸张的是，我闭着眼睛我都能背出某款包在全球各地的汇率和差价。哎呀，听得我的心都在滴血。
不过还好，幸好现在的你，不是你之前那个样子。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都是精英的人，很难理解这种感觉。我还是很感激我妈，要不是当初她把我叫回来争家产，我到现在还在这种买包跟 car party 的各种无聊日子中打转呢。老赵，我其实很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像我们这种一夕暴富的二代，很容易被人看不起。我能像现在这样，有你，有朋友，还有工作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全是废柴和流氓。你吧，说的中肯点儿，流氓是，废柴绝对不是，根儿有点歪。不过幸好遇到的都是好人，所以姑娘啊，老天爷待你不薄。这个我得承认。但是某些人拐着弯的夸自己，是不是很爽呀？说正题，你一会儿跟我说我那个小公司打理的不错了，一会儿又说我跟赵医生的事儿，你都这么大圈子，原来啊，你压根就舍不得对我爸下手。我呀，就是想稍微的惩罚一下你爸，不想伤筋动骨。那曲连杰毕竟是他儿子，要是做得太绝了，会破坏家庭。那既然如此，你找我求救干嘛呀？大年三十你又哭什么呀？既然你这么贤惠，那索性一口气忍到底嘛，把那对母子接进来住，你扮老杨姨伺候他们。我爸呀，一定从头到脚夸你贤惠，打死不看外面女人一眼，跟你白头到老。你什么态度你？对我自家亲妈的态度呀？你要不是我亲妈，我才懒得管你这些闲事儿呢。我要是在外面看到被老公欺负的小媳妇儿，我早一脚把她踹飞了，好吗？我还坐在这里，我要跟你想办法。行了，